他们是一对恋人，却触摸不到对方。明明住在一间房子，却看不见彼此。女孩因为失恋搬离了海边租住的房子，离开时她在信箱留下一封信，因为刚搬家还没来得及更换收件地址，希望下一任搬来的租客收到她的信件能转寄给她，并在信中解释说门口的狗脚印是她搬来前就有的，一直没空把它抹掉。对此她表示很抱歉。然而这封信却被1997年的一个男人收到，看到信的署名日期是1999年。郑贤不相信这是一封来自未来的信，为此他特意来到附近的小卖部询问，老板说他确实是房子的第一位住户。郑贤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，于是就把信随手丢在了桌子上。第二天，郑贤遇到了一条流浪狗，看他可怜便决定收留它。就在他给小狗制作狗窝时，油漆桶不小心被打翻，身旁的小狗恰好从上面经过。郑贤一路追着小狗来到房间，发现门口的地板上全是小狗的脚印，这让他想起了那封奇怪的信件。郑贤带着疑惑给对方写了回信，好心提醒他是不是记错了地址。他还在信中强调现在是1997年，而且自己是这间房子的第一位租客。另一边，恩珠再次来到海边，想要查看是否有自己的信件，结果发现了郑贤写给自己的回信。他不相信两个人之间相差着2年的时光，于是给对方回信让他不要开玩笑，并警告他不要恶意弄乱自己的信件。看着手里的信，郑贤一头雾水，自己明明是好心提醒，却被对方误会。恩珠把这件奇怪的事告诉了好友，问他是否相信时空穿越，可好友认为他肯定是韩剧看多了，才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。这天窗外飘起了雪花，恩珠想起2年前也有一场大雪，而且自己当时还患上了流感，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郑贤，还提醒他要小心即将到来的流感。郑贤看着初雪的天空不禁感叹，没想到对方竟然可以预知未来，而且自己还真的感冒了。他把这次奇妙的经历告诉了恩珠，而恩珠也感觉不可思议。他突发奇想，让郑贤去自己现在的住址找他。可当郑贤来到这里，发现这栋大楼还在建设当中，不过根据工期推算，2年后确实可以完工入住。回到家，郑贤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发现他们之间很有可能出现了错位时空。他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恩珠，告诉他连接时空的就是门前的神秘邮箱。恩珠读着来信，感觉不可思议。为了验证郑贤的猜想，他把自己的发箍放进了邮箱。既然信件可以通过邮箱穿越时空，那么发箍一定也可以。果然，郑贤收到了恩珠的发箍，两人的联系也变得频繁起来。他们彼此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。郑贤教恩珠制作美食，而恩珠也会向他倾诉失恋的痛苦。郑贤安慰他说，人之所以备受折磨，是因为在期待爱情继续，而不是因为爱情消失。他希望恩珠能尽快走出失恋的阴霾。两颗孤独的心不知不觉中慢慢靠近，他们开始期待邮箱中彼此的来信。恩珠是一名配音员，这天他突然想起2年前曾在车站弄丢了一台录音机，于是写信告诉了郑贤时间和地点，希望他能帮忙找回来，说不定还能遇见曾经的自己。郑贤充满期待地来到车站，可当他看到恩珠想要靠近时，恩珠却起身上了列车，录音机则遗落在了一旁的椅子上。郑贤拿起录音机追赶，却也无济于事。看着远去的列车，郑贤好奇地打开录音机， 사랑해요. 사랑해요. 사랑합니다. 里面是恩珠练习的对白。郑贤听着嘴角忍不住上扬，仿佛是恩珠在向自己表白。他把录音机寄给了恩珠，好友惊讶录音机失而复得。恩珠和他一起听着2年前的录音，觉得那时的自己十分好笑。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郑贤的声音， 안녕하세요, 은주씨. 한성현입니다. 녹음기는 무사히 은주씨 손에 전달되었나요? 为了感谢郑贤帮自己找回录音机，恩珠给他寄来2份礼物，一份是可以保暖的耳套，另一份是他以为寄不过来的小鱼。没想到小鱼竟也被传送了过来。这天好友告诉郑贤父亲得了重病，希望他能去医院看望。原来郑贤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大学的教授，7岁时母亲生病离世，父亲就给他找了一个后妈，从此父子之间就有了很深的隔阂。郑贤怨恨是父亲没有照顾好母亲，长大后的他更是很少和父亲来往。他倔强的没有去医院看望，而是写信想让恩珠帮忙打听一下父亲在2年后是否安然无恙。可当恩珠来到学校，却发现父亲在2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他想要第一时间写信告訴郑贤，可在过马路时却不小心被汽车撞倒。虽然没有什么大碍，可也耽误了郑贤见父亲最后一面。恩珠把父亲的自传寄给郑贤， 세 가지 있는데요. 기침과 가난과 사랑. 숨길수록 더 드러나기만 한데요. 그렇지만 그래도 감추고 싶은 때가 있잖아요. 看到书中自己小时候和父亲的合影，郑贤陷入深深的自责。原来父亲一直都是爱他的。他来到父亲的坟前，内心诉说着对父亲的愧疚。这天郑贤再次来到车站，见到了这个时空的恩珠。他拿出恩珠送他的耳暖，故意咳嗽，想要引起对方的注意。可如今的恩珠并不认识他，
这时列车开始进站，恩珠起身时注意到了一旁的手套，他想要上前购买，可列车已经到站，恩珠只好放弃上了列车。郑贤想要打招呼，还是晚了一步，可他戴耳暖的样子却把恩珠逗笑了。虽然没能搭讪成功，可郑贤还是兴奋不已。不久，恩珠收到郑贤送的礼物，打开后是一双红色手套，正是他2年前没来得及买的东西。郑贤告诉他两人的这次相遇，恩珠心里莫名感到幸福。他约郑贤来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约会，他们相约来到游乐场，在无人的道路上疯狂奔跑，一起坐海盗船释放压力。虽然触摸不到彼此，却感觉对方就在身边。 은주씨 덕분에 특이한 경험을 했습니다. 즐거웠어요. 저도 즐거웠어요. 하지만 혼자서 돌아오는 길이 좀 쓸쓸하네요.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郑贤想要见到恩珠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 은주씨를 만나고 싶습니다. 은주씨가 괜찮다면 말입니다. 这天，郑贤提出了想要见面的请求，而恩珠也期待着与他相见。于是他们约定在1周后的海边见面。恩珠还告诉郑贤，他的愿望就是能在海边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可身处1997年的郑贤却还要再等2年。很快，恩珠就等来约会的日子。他骑着单车来到海边，期待着两人相遇时的情景。这时，不远处的施工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恩珠看着设计图，询问对方是在盖房子吗？负责人告诉他，这是一个设计师送给挚爱的礼物。恩珠礼貌地跟对方告别，便去了海滩。可直到太阳落山，也没见郑贤的身影。恩珠一个人失落地坐在沙滩上，她安慰自己，郑贤一定是忘记了两人的约定。 성현 씨에게는 2년의 시간이 흘러야 한다고 생각하면서도 나올 줄 알았어요. 너무 큰 기대였나요? 그러지 말아야지 하면서도 사람들이 가까워지면 而郑贤也疑惑自己为什么会忘记赴约，对方可是他朝思暮想要见的人啊。虽然郑贤的信给恩珠带来了快乐，但两人无法相见让他有一种失落感。他不确定两人的感情是不是爱情。不久，恩珠听到前男友订婚的消息，内心深处再次泛起波澜。她这才发现自己还是没有放下。于是恩珠再次想起了1997年的郑贤，她希望郑贤能帮助曾经的自己，阻止前男友出国，那么两人就不会分手了。 더 이상 제 마음을 막을 수가 없어요. 그 사람이 떠나가지 않게 도와주세요. 이런 부탁해서 정말 미안해요. 郑贤读着来信，心如刀割。他想要找到恩珠表白，于是再次来到车站。这时恩珠朝他缓缓走来，他想要上前打招呼，却被恩珠擦肩而过。此时的恩珠已经有了男朋友，看着两人幸福的模样，郑贤终究还是没能开口。任凭他们从眼前经过，上了列车。郑贤决定成全恩珠。 제가 도와드릴게요. 그렇게 힘들었다면 시간이 얼마 남지 않았네요. 첫 번째 편지 기억하세요? 일마라에서 행운이 가득하길 빈다고요. 看着郑贤寄来海边房屋的设计图，恩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她来到郑贤的设计公司，看到墙上挂着的设计图， 이곳이랑 잘 어울릴 것 같죠? 朋友在得知恩珠的身份后，告诉他海边的房子正是郑贤为他所建。只是郑贤在2年前因车祸不幸离世。此时恩珠终于明白郑贤没去赴约的原因。2年前的回忆开始浮现，那天正是男友出国的日子。恩珠看到窗外一个男人正朝自己走来，手中的杯子不小心摔落在地。与此同时，男人被汽车撞飞了出去。当时的恩珠还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陌生的男人会眼含热泪地看向自己。原来当时的郑贤是来阻止男友出国的。谁曾想竟发生了车祸。他满眼深情地看着心爱的女孩。明白真相的恩珠急忙来到海边，写下让郑贤不要去阻止男友出国的字条。她痛苦地瘫坐在油箱前，祈祷郑贤能够快点看到，阻止不幸的发生。转眼来到1999年，和男友分手的恩珠决定搬离海边的房子。这时，一个陌生男人来到她的面前，他弯腰抱起恩珠的宠物狗。 누구세요? 郑贤从口袋里掏出恩珠写给他的第1封信。 지금부터 아주 긴 이야기를 시작할 텐데 兜兜转转，2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。让我们珍惜身边那个朝夕相伴的人，或许他就是从另一个时空来保护你的。